日本政府表示不打算构筑对华包围圈，关键是他想建也建不起来。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日本有没有能力构建亚洲版北约。6月19日刚刚结束了西方7国首脑峰会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国内公开表示，不打算接受日本政客石破茂提出的想法，也就是建立亚洲版北约。菅义伟表示，我们不会对中国构筑什么包围网，还称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非常重要。菅义伟作为坚定反华分子，由美国政府扶持上台，他做出这样的表态，绝不能认为是对华友好或者是幡然悔悟，而是地区实力对比之下的理性选择。亚洲版北约这种提法并不是一天两天了，因为冷战的胜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一直认为像北约这样的军事同盟是非常行之有效的，连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都可以通过军事同盟的方法将其压倒和击败，那么看起来毫无攻击性的中国，那就更容易对付了。然而真正在台上掌权的政客们不可能凭想当然来说话和做事。北约在欧洲能建立起来，或许能让苏联无法招架，但在亚洲是做不到的。我们先来看看北约。北约实际上是美国把西欧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集中起来，组织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军事同盟。苏联也相应组建了华沙条约组织，但是北约在各个方面的实力都远远超过华约，无论是人口、GDP、军队总员额、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方面，都对华约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且北约集团对于世界资源的控制也远远超过了华约集团，实力上的巨大差异逼着苏联穷兵黩武，国库空虚，是苏联最后输掉了冷战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周边是不存在的。在中国的主要邻国当中，俄罗斯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加入对付中国的军事同盟来对抗中国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朝鲜同样是中国的传统友好国家，韩国和日本是美国阵营的成员，但韩国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发达国家，工业实力上存在着大量的短板。日本可能是这个地区唯一真正的发达国家，但是也只有一个国家而已，而且日本的资源非常匮乏。东南亚国家的工业、科技、经济实力远远不能和北约成员国相提并论，更不会对中国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印度虽然跃跃欲试，但在历次边境冲突和战争当中都是一触即溃。解放军曾经这样形容印度军队，从来没有见过那么不经打的敌人。西方记者也承认，解放军击败印度军队就像小刀切黄油一样。面对这样的一个格局，任何人想要组建亚洲北约来对付中国都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刚才说的每一个国家，甚至于包括反华情绪非常激烈的印度，都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中国不但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连续12年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甚至还是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如果没有中国上面所说的这些国家，连新冠疫情的抗击活动都不能正常开展。或许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不利因素就是祖国尚未统一，台独分子窃据台湾政坛，带来了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上的巨大不利。然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公开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意味着中国有充分的法律依据采取任何手段，包括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让亚洲北约的建立可能性彻底为零。当然这个话题不会就此平息下去，美国一再怂恿各路政客炒作亚洲北约，实际上是在煽动反华情绪，离间中国与邻国的关系。这种做法是非常有害于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如果亚洲要想建立一个什么联盟的话，那么中国所倡议的一带一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下次再见。